33層的高樓，火焰衝天，到處都是黑煙彌漫。救命！放我出去！我是我家雇佣10年的保姆放的。极寒末日降临前，我家保姆害死我父母，才把我家房门反锁放火。我被锁在房间里，活活被烧死。我的魂魄久久不愿意消散，一直守着我们这個小家。我親眼看到保姆和她丈夫和兒子拿着我家的錢囤了無數吃的，在末日裡過得有滋有味。而我燒焦的屍體卻在極寒末日爆發後無人埋葬，被野狗分食殆盡。在睜開眼的時候，我卻發現自己正坐在一張真皮沙發上。我大口大口的喘息，迫切的想讓更多清新的空氣進入肺裡。媽媽正在一旁的美容床上做着私人皮膚護理，聽到我這邊的聲音，關切的問我：乖，楠楠怎麼了？身體不舒服嗎？我抓起手機看了看時間，2015年10月25號，就是今天。就在今天下午，一会兒媽媽做完皮膚護理就要開車去機場接爸爸回家，而他們在回來的路上會因為被保姆和司機一家聯合設計，導致剎車失靈，雙雙殒命。媽媽，我緊緊抱住媽媽，她身上溫暖的香氣和真實的皮膚觸感讓我幾乎要落下淚來。上一世，在這張美容床上，媽媽也是這樣溫柔地問我。幾小時後，我卻只能在太平間見到她和爸爸殘缺不堪的屍體。我強迫自己冷靜下來，聲音卻還是止不住的發抖。今天的護理不做了好不好？我們現在去公司一趟。媽媽有些詫異，但還是先抱住了我，拍了拍我的後背，並揮手讓美容師先離開。她坐起身，擔憂地摸摸我的額頭。楠楠，你臉色不太好看，是不是做噩夢了？還是不舒服啊？要不要讓陳醫生來看看？那不是噩夢，那是火焰灼燒身體的痛感，那是靈魂被極寒冷凍了整整3年。其實，在極寒末日之前，保姆張姨和她兒子以及當司機的丈夫早就盯上了我們家的保險櫃。他們設計害死了我的父母後，又將我軟禁，最後一把火活活燒死了我。我抓住她的手，眼神堅定。媽，你信我一次，張姨和她老公有問題。我知道你現在很難相信，但給我半小時，我能證明。媽媽看着我慌亂無措的樣子，眼中閃過猶豫，但因我從小被保護得很好，很少在她面前這樣嚴肅。最終，她有些遲疑地點了點頭。我沒有浪費時間，而是直接拉着媽媽去了書房，打開連接家裡監控的平板。張姨家不知道爸爸在倉庫和家裡關鍵位置都裝了隱蔽攝像頭。我飛快地點擊屏幕，快進到昨晚的錄像。凌晨2點，張姨的丈夫李叔鬼鬼祟祟地進入車庫，他蹲在我們家那輛定制的 SUV 旁，用工具撬開剎車系統的保護蓋。高清攝像頭清晰地拍下了他剪斷剎車線的全過程，甚至能看清他臉上猙獰得意的笑。媽媽的呼吸驟然停止，臉色煞白。她沒有想到自己聘用了10年的保姆，竟然想要害死她。甚至媽媽還負責了她兒子所有的學費，還為他們買了房子。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？她捂住嘴，渾身發抖。